原来所谓的去民宿庆生，只是你惊喜的一部分。那你要给我什么祝福呢？那我就收下了。正好帮忙代交的几篇学生论文发过来了，我很快就看完。没什么，只是想叫你的名字。为了要把今明2天完整的时间都交给你，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。你先睡吧。就留在我身边吧，我会负责和你一起回床上的。我去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好像迟到了很多年，但还好，没什么变化。
不过因此，我似乎产生了一些新的疑惑。这些我一时没有弄懂的事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很愿意，老师。看来老师真是准备万全。那如果我也很想让你享受一下呢？不是要去你预定好的民宿吗？我有点忍不住，天天都想当这个任性的兽性了。那就389吧。好像是去年开始动工的，从进度来看，半年之内就能修完了。那边的公园反而之前没注意过。应该是重新设计了步道，车好像不方便再开进去了。我想看看花。
嗯，再过几个月就正式对外营业了。也是这2年心仪才过来的吧？当然，而且这家医院作为新一批炼狱市扩大临床教学基地的重点复制项目，就更快了。其实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我来过这里几次。虽然他们是以骨科为重点研究方向，但也想结合脑科学的相关研究，以治愈更多疑难危重疾病。所以院长曾主动来找我谈过合作。难道我看起来那么好说话吗？虽然对方在脑科学的临床水平还有所欠缺，但目前许墨生命科学研究所和这家医院已经签署了协议，我会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研究理论支持。不过，为了填补一些契合度，我向他们引荐了一位硕博期间的同学。至于能不能争取到他，还要看院长的努力了。我之所以会答应，可能是因为在某个瞬间，我觉得自己触碰到了名为命运的巧合吧。偶尔需要吧。确实，没想到这里还开了一家新的咖啡店。
大概会的，毕竟是这片土地上重新生长出来的事物。嗯，大概真的是一份礼物吧。不过，可能不只是命运。我好像想你们了。
看来困扰我的事，多少打乱了你的准备。这里好像一个蛋。那窗外是什么呢？那悲伤和快乐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吗？那你可以抱抱我吗？我今天去见了很重要的人，我很想念他们。但我因为你又感到快乐。我不知道如何处理他们，但又觉得这样的自己有些幼稚。明明是生日，看了一本很特别的书。去了威尼斯，拍完叹息巧帅的相机。在自己拥有的独立实验室里通宵了一晚上。20岁，被举办了一场现在想来有些特别的毕业典礼。去见了重要的人，回到你身边。
我想，我知道该许什么愿望了。那这位小姐要加油了，因为不只是现在的我刚刚顺便将那些忘记许愿的日子一并补上了。怎么会？而且对于未来的我来说，现在就是我的过去。看来窗外还会有烟火。谢谢你，送给了我这样美丽的世界。放心吧，我的所有时光都如你般耀眼夺目。